一個 Hello Kitty 玩偶裡居然藏了一顆頭顱，而死者生前更是遭受了非人的折磨。詭異的是，一名女子因此事常常做噩夢，而去警察局報案後，此樁案件才顯露在大眾眼裡。今天我們来講述這樁詭異而殘忍的案件 Hello Kitty 死屍案。1999年5月，一名14歲叫做阿芳的女孩獨自來到警局報警，說她最近一直被一個無頭女鬼纏繞，並講述了一個極其駭人聽聞的故事，說她曾經和一群人虐待過一個女生，最終這個人被折磨致死了。警察起初並不相信她，因為這個故事的殘忍程度，任何人都无法接受。於是阿芳就帶着警察來到了的一個樓房裡，剛到門口就聞到了一股惡臭味。阿芳怎麼都不肯進門，警察推門而入後，看到的是亂七八糟的內室，地上扔着些木板、塑料袋和垃圾。不過一個毛绒玩具引起了警方的注意，這是一個美人魚形狀的 Hello Kitty， 表面非常的髒，還有一些血跡在上面。其中一個警員在調查這個娃娃時感覺有點奇怪，這個 Kitty 貓的頭部有一個部分非常的堅硬，他們便用工具撕開了娃娃，結果一顆頭顱滾了出來，把現場的人全部嚇壞了，這才意識到這個女孩說的全是真的。事後經過調查，受害者的身份確定是一位叫做樊敏儀的女生，她從小在孤兒院長大，長大後在香港的一家夜總會上班，在阿芳的配合下，很快整理出了兇手和整個事件過程。1999年3月份，樊敏儀在夜总会認識了他的客人程文樂。後來樊敏儀的祖母生病需要錢，為了籌得醫療費，就選擇一個極端的方式去偷陳文樂的錢。其實他偷錢的原因還有另一種說法，說是因為他染上了毒癮才去偷的錢。他在陳文樂的錢包裡頭拿走了4000元港幣，但偷錢的事後來還是被陳文樂知道了。於是他要求樊敏儀把所有的錢都還清，並威脅他索要1萬元的利息。樊敏儀當即還清了4000元。遲餘的希望能給他一些時間，但一段時間後，他並沒有把利息還清。陳文樂這下就不高興了，於是叫了另外2個人，梁勝祖和梁偉倫，他們3人把樊敏儀綁到了一處民房裡。從這開始，樊敏儀便遭到了地獄般非人的折磨。他們每天都會來毆打侵犯樊敏儀。據阿芳所說，梁偉倫曾經連續對着他的身體踢了50多下。日子一天天的過去，他們虐待樊敏儀的方式越來越殘忍。他們用打火機燒塑料，將溶液滴在樊敏儀腳上，導致樊敏儀的腳被嚴重灼傷，使她無法正常的站立行走。為了不讓樊敏儀撕掉塑料凝固後的結痂，還將她的雙手綁在天花板的架子上吊了起來，將紅辣椒倒在傷口上，用木板摩擦。這些行為讓樊敏儀痛不欲生。後來程文樂還強迫她吃掉自己的糞便。就這樣連續折磨了幾周後，1999年4月15號這天，程文樂一行人和他的女友外出時，他們把樊敏儀鎖在浴室裡。他們在外面待了幾個小時後再回去時，發現樊敏儀已經死在了浴缸裡。這3人為了逃避罪行，決定毀屍滅跡。他們不想讓別人知道屍體被人認出來，於是就把屍體切成了塊，還把骨頭上的肉刮了下來，放在鍋裡全部煮熟，有的放在冰箱裡，有的装在塑料袋裡，丟進了垃圾車。事後他們就隨手拿了一個 Hello Kitty 的娃娃，把受害者的頭颅縫了進去。程文樂最後在朋友家裡被警察逮捕。梁勝祖在知道程文樂被抓後，承受不住压力就跑去自首了，而梁伟伦跑到了內地，最終被多方警察联合抓捕。而訴說這一切的女孩小芳也參與到了這次虐待中。當警察問為什麼要這樣做，她說我覺得這是為了好玩，因為她的年紀以及給這個案件帶來了大量的證據，她最終被無罪釋放了。另外的3人都被指控謀殺罪，當被正式起訴時，他們都不認罪。由於有許多直接證據都沒有了，他们最終被改為誤殺罪，判處無期徒刑，至少服刑20年後才有機會保釋。而梁勝祖後續又多次上訴，在重新認罪後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，最終他在2011年出獄了。也就是說，他害死了樊敏儀後僅僅是坐了11年牢，而且似乎他在監獄裡也並沒有任何的悔改。因為就在2022年，他非禮騷擾一位10歲小女孩被告上法庭，在法庭上他還狡辯是為其按摩。最終48歲的梁勝祖被判刑1年再次入獄。